在这个社会上，但凡是有才华的人就不愁没有好去处。就好比问心中的周晓峰，他年纪轻轻就坐上了副主任的位置，甚至还成了院长点名的2个科室组长。要照这么发展下去，将来不是没有可能坐上更高位置的。而在一家医院，好医生可是最基本的底线。对于周晓峰这种人才，自然是各大医院争抢的对象。没有谁的职业旅程是一帆风顺的，即便是周晓峰也一样。别看科室主任是他的老师，平日里可没少给他穿小鞋。不是周晓峰的工作能力不行，恰恰是因为他太过优秀，已经脱离了老师的掌控，这才遭到排挤的。不过周晓峰并不担忧，毕竟有的是医院需要自己，而且在待遇方面可比在心脏中心要优渥太多了。周晓峰不是傻子，既然老师已经看自己不顺眼了，那在医院的上升之路就显得很渺茫了。与其干耗着，还不如果断找下家，起码不会亏待了自己的未来。也是因为周晓峰跳槽这件事，才衍生出一个疑问，那就是医疗如果被资本化到底有多可怕？私立医院的待遇固然很好，但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贵了。说白了，私立医院主打的就是一个服务，医生每天问诊的病人是有限的，而且到点就下班，再着急的病人也得等人家上班了再说。普通的老百姓根本是去不起私立医院的，报销少不说，光是医疗费就比公立医院要贵1倍。当然，在这里可以享受体面的待遇，可随之产生的却是一系列深不见底的账单。很现实的一个道理，私立医院就是专门给有钱人看病的。如果说好医生都因为职场待遇的不公，最终去了私立医院，那公立医院就成了一种摆设。老百姓的病没法治，又去不起私立医院，最终只能等死，又或者为了能省点钱，把病情拖得越来越严重。心脏有问题本就是个富贵病，如果周晓峰这么好的医生都被私立挖走了，不敢想象那些看不起病的老百姓到底该怎么活。所以说，医疗一旦被资本化了，后果是很恐怖的。所以周晓峰才会果断拒绝私立医院的邀约，因为比起自身的职业体面，他更想帮助更多一点病人，也希望尽自己所能减少病人在住院期间产生的一切费用，这才是真正为病人着想的好医生。再说了，每个职业都是不容易的，遭遇点小坎坷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，总不能因为一点坎坷就把千万个病人抛之脑后吧。不过这也就是周晓峰，如果换成现实生活中，估计谁也无法抵抗私立医院的待遇诱惑吧。再说了，在3甲医院上班看似体面，其实每天忙得焦头烂额，每个月的休息时间都成了一种奢侈，抵挡不住外界的诱惑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